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的灵魂频道，我是 Carol。这一期我们请来的是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做着咨询工作的 Nathan 同学。那 Nathan 给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叫 Nathan， 现在是在咨询，然后金融业务条线，从事风险咨询方面的工作。你就说你的公司吗？没关系吗？等会儿，要不我觉得还是不要说，要不然吃律师函可受不了。嗨，大家好，我是 Nathan， 目前供职于四大当中其中一家的这个管理咨询的部门，目前呢主要从事管理咨询底下风险咨询方面业务。客户主要是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好，你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讲一下风险管理的咨询都做什么工作呢？首先呢，这个咨询里面它分为不同条线，比如说它会分这个管理和战略部分、风险部分，还有专门管人力的部分。然后呢，还有这个技术方面的咨询，然后这些都是不同的业务线。我目前呢，主要是做这个风险这块儿。风险嘛，顾名思义就是你企业经营当中面临各种风险。这个东西随着你跟客户不一样的话呢，你所面临的这些风险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以我来举例的话，我的目前的客户就都是像银行啊、基金呀、保险公司呀这种金融机构。那么他们面临的风险主要就是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还有操作风险。那一般都是怎么给客户做咨询的呢？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首先的话，流程来讲，肯定是客户这边出现问题了，然后他们一般会写招标的一个文件。我们首先是从投标这方面开始，先给一个大致的方案，然后呢介绍一下自己公司技术实力，然后去参加一个类似投标会这样的东西。中标以后，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这个进场为客户办公。一般都是说这个客户那边会有那么1-2个部门牵头和我们进行合作，然后跟客户一起去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数据需要从客户那边去调取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一系列分析啊、研究啊，最后得出一个就是我们和客户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方案，然后去落地实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那都需要一些什么专业的知识呢？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毕竟做咨询、做这个金融这块嘛，肯定是金融的方面的知识是要有的。大部分人的话呢，都是金融这方面专业出身，即便不是金融，可能也是别的这种商科专业出来。然后呢，一般都是可能大家会考个 CFA 啊，或者 FRM 啊，或者 CPA 这种，一般都是工作几年以后开始大家去考。总之，你肯定是要对金融有一定了解才能去做这个。那你需要先考下来再去申请工作吗？还是边工作？这个不用的，就是你在申请工作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会对你这些证有什么要求。这个主要还是就在你工作以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在某些领域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会有一些自己搞不清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需要考个证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去系统性的学习一下。好，那其他方面的技能呢？其他方面技能的话，那肯定就是大家网上传的很火的喜闻乐见的画 PPT 的技能哈。我们这个你要把你的PPT 呢要画的就是非常有条理，毕竟 PPT 是作为你辅助一个工具嘛，然后你就需要在 PPT 上画出来各种各样的图形，然后呢来把你说的这个东西呢给它弄成一个类似这种逻辑框架式的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一个是需要你 PPT 用的够熟练，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画 PPT 的时候，其实时间都不是很充裕，可能都是得很短时间内就要画出很多东西来。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的一个总结，还有你逻辑归纳的这么一个能力了。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咨询嘛，可能之前也有不少公众号都已经提过了，就是需要一个快速学习的能力在里头。到工作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你要用的东西，学校根本就没教过你。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就得你自己现学，是吧？然后一般都是时间会比较短，因为我们做项目的时候，这个跟客户这块呢，它都是有这个项目的时间点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这份工作，怎么说呢？这个像这种大公司嘛，一般都是走校招流程走，然后最主要的就是面试了。其实他面试更大程度上就考的就是你一个随机应变的能力。比如说我在那天面试的时候就遇见那种就是别的组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组少来了一个人。然后到后来这个毕竟咨询公司你面试都是要涉及到这个案例研究这个环节的嘛。
到案例研究的时候，他会这个面试官会给你发材料，他这个材料是每个人手里一份儿，而且呢，这个2个人之间的材料是不会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去替那个没有来的人读材料。你就站出来。对，所以说就是应变能力是很重要，你不能说因为一看，组里少人，或者一看别人把那个本来不该你做的东西推给你做了，然后你就慌了，这个肯定不行。除了这种应变能力以外呢，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积极主动。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么多年教育下来，这个习惯都是可能比较含蓄一些呀，这样的。但实际上，这个面试呢，就是需要你去表现自己。如果说你连表现自己都做不到，那么你在客户面前去怎么表现自己？那你怎么去给客户讲东西？说的对。具体是怎么显现出你这个自我表现或者自我表达能力呢？那就是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努力的说去参加讨论，尽可能的成为去引领讨论的这个人。就是即便你不是引领讨论这个人，你也一定要经常说话，就是你要表现得很活跃。我们当时那一组的话呢，就是一共来了5个人嘛，这5个人当中的话，就是有1个人是引领讨论，然后另外1个人呢是在旁边的那个黑板上面记要点，就是他去总结大家的观点，然后去在上面记。然后呢，我虽然没引领吧，但是我也是一直在这个参与，就是也一直在提出来自己的观点。而且确实就是我的观点和那个引领讨论那个人的观点确实是有冲突地方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会给面试官留下一种你到这种时候会真正的去自己进行思考，会有一个自己的观点这样一个印象。对，所以面试当中主要就是这2点，一个是善于应变，一个就是多思考，然后呢能把你的思考这个非常积极主动、非常清晰明了的表达出来。那就是你们组里边最后就是你就是提出了很多观点，然后最后是谁被录用了呢？除了你以外？据我所知呢，那个引领讨论的人他是肯定被录用了，当然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他可能就是还是没有过来。然后就是计时还有总结大家观点那个人也被录用了。就是你想想那些没有录用的人，他们就哪些方面做的不好？我想想啊，比如说就是在这个最后汇报的时候怯场啊，然后另外一点不要做的就是这个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走神儿，因为你在最后进行汇报的时候，他是会有另外一组人听你的汇报，听完之后他们要对你提问题的。假如说要说这个一个人问完了一个问题，然后呢，另外一个人起来又问了相同的问题，那就说明这个人完全没听之前那个人的提问，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掉分的一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同一个问题纠结太久，比如说你向对方提了一个问题出来，然后呢，这个对方回答了，然后你觉得不满意，然后你就开始不断的去揪着对方去问。这样交锋呢，我觉得就是你有个1、2次、2、3次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反复抓着同一点去问对方，这样其实我觉得也不好。就是一个是尊重时间，一个是尊重其他人，因为可能其他人也会有别的问题想问。对，那好，那就是像你之前讲的这个群面的流程，那之后你是有单面吗？还是直接就告诉你结果？是有单面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单面的过程。单面是这样，对，就是可能大家之前也是看了一些文章哈，就是说国外的一些像麦肯锡、贝恩这种公司，他们单面的时候可能就真的会抛出一个 case 来，让你在什么资料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去分析一下这个市场规模这种的。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是没有预见到这个问题的。当然，这个可能跟公司有关，可能有些公司喜欢问这个，或者说市场规模这个东西可能它更多的跟战略咨询挂钩，所以可能战略咨询的人会更喜欢问这种问题。但是我这边的话呢，问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就是非常常规的问题，比如说谈一谈呀，你对这个咨询是怎么理解呀，或者说这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单面这块呢，稍微准备一下。首先来讲，你肯定得知道咨询是干什么的。对。另外一个呢，就是
多一些对于你要面的公司的了解。当然，我认为这个东西呢，其实也算是一种礼貌嘛。另外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想出来自己一些问题去问面试官的，你这样的话也能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确实是认认真真的想找一份工作的。没错。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你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趣事，然后你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和不喜欢这个工作的地方。喜欢工作这一点呢，就在于确实是你这个总能跟不同的人去打交道。首先一点是说，在公司内部你就可以跟不同人打交道，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以这个项目作为计量，每个人都是去做项目的。也就是说，你可能这个项目你还在跟这个人一块儿工作，可能下个项目马上就换别人了，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去认识别人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确实这个工作是很锻炼人的工作，真的是能让你学到不少东西的。比如说一个银行内部它风控部门是怎样运作，它是走的怎样一个流程，这些东西你在网上查是查不到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气氛要更加轻松一些，你身边的同事啊，还有带你那些 manager 啊，其实他们都是这种特别 nice 的人，他们可能这个年龄比你大，但是呢，他们说话也不会去跟你摆架子，然后也不会说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情就骂你怎么样，就是他们会指出来你的错误，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一种就是特别心平气和的语气来指出来你这种错误。至于不喜欢呢，这个不太喜欢出差。当然大家会问，那你都既然去干咨询了，你为什么还不喜欢出差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这个 trade off 的这么一个观念里头了，就是看你对于这项工作喜爱能不能压过你对于这个工作不喜欢的地方。我听说咨询行业的小伙伴都比较忙，然后会有很多的加班。那你给大家说一下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这个其实不一定，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你的客户是什么样的公司，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取决于你具体工作的内容或者你工作年限。首先来讲客户这个层面的话呢，我这边主要针对的客户呢都是银行，然后银行呢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上班时间会相对比较固定一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碰到加班的概率会比较低。加班的话一般也就是到9、10点，你该干的事情也都差不多都能干完了。对，所以说加班这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条线，金融行业做风控、做风险这块的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像别的条线呢，假如说，你的客户是属于这种科技公司，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加班就是很难避免。至于周末呢，也一样的道理，可能有些客户就是觉得说啊，周末这个碰到问题了，只要不急。这个周末呢，就周末放一放也就过去，到周一再说。但是可能有些客户呢，就是觉得说，哎，我周末碰上比较紧急的问题了，那就得马上解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周末就需要临时去赶紧干活。那就是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你遇到过什么挑战吗？或者是比较难对付的客户？我目前还没有碰到过太难对付的客户，因为本身作为并不是所向披靡，而是因为什么呢？你作为一个第一年刚入职的人，大部分情况下你都是属于别人跟你说让你做什么，然后呢你就去仔细完成，并不需要你去跟客户有特别多的交流。所以说关于这个碰到难缠的客户这一点的话呢，我没有碰到过，或者说就是碰到了，但是可能都已经被 manager 或者说被这个 senior associate 给挡下来了。对。那说到这里呢，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咨询行业的升迁过程？咨询行业的话呢，前几年升迁算是会比较稳定的，只要是就是你该做事情都完成了，你没有出那种特别大的差错，一般都是你在 associate 这个级别呢需要做2年，然后呢在 senior associate 做3年，然后你就变成这个 manager 了。那你入职就是 associate 吗？如果你是校招正常毕业生走校招，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你都是一入职就是 associate。至于再往上的话呢，经理再往上，因为可能就是要去带团队呀，或者说去拉项目，这个升迁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特定的要求，比如说你可能1年要做多少项目。
工作1-2年，你选择跳出这个行业的话，有什么其他的行业可以转行去呢？或者说有什么职位你们可以做呢？就首选的话，一般都是会跳到客户那里。对，或者说本来很多人就是之前在给客户做项目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跟客户一些人这个积累了比较好的关系，可能大家首选都是会挑客户。当然也有说这个风险走完去做战略的也有。对，然后呢，还有些人会是属于工作几年以后，然后呢去读 MBA 这样。然后读完 MBA 以后呢，可能会往这个麦肯锡啊，或者说像这个科尔尼这种，要么是更偏战略，要么是在某个更小领域这个更专精一些的这个咨询公司去跳，也有。好的，那非常感谢 Nathan 同学做客这一期的节目。如果大家对咨询行业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给他点个赞、评论、转发、关注。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再见。你要我介绍你中文名字还是英文名字呀？还是叶某？北京朝阳。叶某怎么听着跟犯罪嫌疑人似的？你是录采访啊？你录采访还是录法制进行时呢？你先停一下，你一会儿剪一下这吧。我先说一下，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如果想追求效果的话，你就不应该照着你的提纲去问，而应该说我说什么，然后你就看看有没有哪可以问，然后你反问我，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我也觉得成，对吧？